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富雄委员、林亮君议员、黄伟汉先生、牛许婷委员、陈凤馨小姐。好，那么唐湘龙访问这个郑丽文了哈。那郑丽文说，这次到美国访问，在美国投下深水炸弹，而且呢说川普一定已经知道我传给他的讯息，所以唐湘龙说啊，你有那么大的自信啊？郑丽文说，你不知道我见了谁哦，也不知道我有这个。我提出来是全新的路径图。那今天联合报1版、2版、3版，整个都是对 AIT 古立言的专访啊。古立言说啊，我们不是只有国民党人去啦，欢迎各党派人士都到华盛顿来访问啊。联合报头版头说呢，古立言说维持现状是两岸的对话基础，因为台湾的民调70%都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哦，而且说大陆在台湾制造分裂。不会有结果哦，是大陆在台湾制造分裂啊。另外呢，这个郑丽文说，两岸开始交流，或者国民党跟共产党开始交流对话，就是维持现状啊。那另外呢，庄瑞雄说，维持现状就是两岸互不隶属哦。同样一个情况呢，蓝绿解读各自不同啊。那王宏威说，这个古立言是背书赖清德的维持现状问号，其实没有了。王宏威说。跟认知不符啊，古立言也没有背书，他只是说民调嘛，两岸就台湾70%都认为希望维持现状是哦，在台湾现在真正急统急堵其实都很少，大家觉得目前还不错嘛，那就维持这个现状下去。那至于两岸未来怎样，再说吧。历史在这个中国历史上5000年的历史、3000年的历史，什么50年、80年、100年、200年都是很短的啦啊，不要急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的陆委会主委叫做张亚平，他说维持现状不应该是没有责任感填写的开放式填空啊。那另外呢，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稳定，所以古立言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不变的哦。这个当然包括军售了哈。那是不是在拖延对台湾军售？古立言说，我们美国不考虑中国的意见，而且在持续协调中，因为雷根的817公报里面的6项保证有一项。就是美国卖台湾武器会逐渐减少，但是为了安台湾的心，又说呢，我们不会跟大陆商量到底要减少多少或该卖什么武器，所以呢，不考虑中国意见啊。这个古立言意思是这样子啊，我们还是这样子啊。换句话说了，你现在看得出来，川普是一套，下面的是另外一套哦。这种所谓这种官僚体系哦，国会他们是一套，跟川普反正川普只上2年任期嘛，你讲你的，你说你的，我们做我们的。那另外呢，这个古立言说，10年以前两岸是互相吸引的，所以那时候很多台湾学生到大陆去读书，台商去投资，两岸的合作交流。他说，但是呢，那时候互相有吸引力，但现在全世界关心的还是两岸的冲突，因为冲突比吸引力可能更可能啊。但是其实啊，这不是说因为政治经济转变，是因为换党执政了嘛？因为换党执政才有这样的转变嘛。哦，所以古立言看了很多现象，但是真正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是故意回避，还是不愿意碰，还是误解，还是不是那么了解。我们看一下，我们跟美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那我也不觉得我们去比这个有什么意义。即便是当年的马主席。他都能够见到的层级都非常非常的有限。怀疑有心人想见缝插针。台日关系协会会长谢长廷引述日媒分析，郑丽文访美规格会遭降级的可能原因，认为美国应该不会因立场亲中就拒见，有可能是涉及诚信问题，顾虑被利用，这些恐怕是郑丽文自己最清楚。那对我当然是一定是大型伺候了，这不会减少的啦。那这也证明了他们对我非常的忌惮。我认为我的描述是，我认为他们根本就是恐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所谓的郑丽文现象。好，老沈怎么看？我觉得今天古立文接受联合报的专访所发表谈话的内容啊，没有什么惊人之语。那有2点，我觉得是有一点看法不一样，用词不一样啊。第一点，他说老共正在企图分裂台湾。但是这个不会成功，因为台湾人民对两岸关系有共识。那我觉得老共并没有要分裂台湾，老共是在增加台湾人民对他支持的这个百分比，那他就把它看成
是分裂。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劳共本来就是要努力把台湾民心拉过去，这个也没什么，站在劳共的立场也没什么对或者是不对。哦，那这个10年来两岸渐渐互相没有吸引力，我觉得这个鼓励人的看法，我觉得也不是很正确啦。因为我觉得大陆现在就全世界各个非共国家，这急着要到北京去看，其实劳共的潜在作为世界最大的工厂，现在最大的市场，还有最大的创新中心啊，我觉得劳共的吸引力是永远在的啊！你把它看成，我觉得现在老美才是比较渐渐没有吸引力啊，所以我对这个讲法我也不太同意。但是鼓励人讲的美国不会弃台，这我同意啊。所以台湾很多什么以美论啊，大可不必，因为老美有那么笨吗？笨到把现成的第一岛链都不要了啊，爱提了提啊，我不要了，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在美国的这个基本价值，美国基本价值是被这个衰败途中最后一代的暴君川普所搞乱的。但这个搞乱呢是一时的现象。我觉得川普下台提早或者是按时下台，下台以后美国回到原先的那个老样子的时间，恐怕是没有那么快速。所以我常建议，你看吴尊坐在我旁边，我常叫他回去告诉赖清德，你心头爱好好点啊！心头好好点，不是说一面巴结川普。川普是一时的现象，但是搞乱了美国，他搞乱了美国的整个国情，但是也搞乱了美国民主党的未来。一样啊，一样。赖清德是搞乱了台湾的整个国情，但是也同样搞乱了国民党。所以我一直有机会去给小牛讲，国民党被他怎么搞乱呢？第一点，国民党变成没有方向。还有变成乱了，忽然间要赞成，忽然间翻脸又反对了，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你比如说现在随着韩国瑜去Arizona参观台积电的，那以前发表那个里头成员里头反对台积电去Arizona的，现在去了要怎么样呢？我倒是在这里建议啊，你应该是问问那些眷属少子化的意见啊，居住环境的意见啊。怎么样成为一流国家的意见啊？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这个韩国瑜应该趁这一次访问站在Arizona台积电的大门口，郑重大声的宣布，我们台积电今天拥有的技术绝对不是偷来的。这个时候那个机会还不讲，那韩国瑜回来的那一天，我保证我一定骂你。小牛。我想不管是蓝营哪一位政治人物访美，对于国民党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嘛。这昭示着这美方对于在野党的重视跟信任。那任何人用不同的身份去，只要有合理的对话，又把彼此的想法带到，我想都会是成功的。这个现在是民进党急着要见缝插针嘛，就是说层级不一样啦，或者说这是不是互别苗头啦，是给谁穿小鞋等等，那其实是意图去制造这个在野党阵营里面的内部的混乱嘛。那我想好像马上是选战了，团结才能打赢选战，大家不妨用一个分进合击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次的一个出访。那么这一次郑丽文主席的出访并没有透露太多，某一些层面也是充分的尊重过去台美双方的一些默契嘛。如果不希望这个消息走漏太多，那就不多讲嘛。但我想我刚刚回到包含今天鼓励言受访的一些重点，他当然讲说维持现状是大家的一个共识，这也没有错啊。这马英九8年算不算维持现状呢？他其实也是维持现状啊。所以维持现状，那难免会被各自解读。但是你在各自解读的过程中，你总要找交集吧，这个才是真正的民意公约数啊。那你从不管是国民党过去执政也好，或者是过渡到现在民进党执政，包含考虑到大两岸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北京跟华盛顿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共识或者是大方向来讲，其实不外乎3个概念嘛。第一个叫对话嘛，第二个叫和平，第3个叫稳定嘛。只有这3个概念才是贯彻所有不同执政党，还有这几十年来真正符合现状的定义，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嘛。那我想，不管是郑丽文主席这一次出访，或者是未来，我想国民党各个天王去访美，大家也都不会背离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大方向有抓稳，来好好的去走。
那相对来讲，在选举的过程之中，把战场更多的部分放在民生，我想就很好嘛。那美方的部分，当然它有它的很多的变化，就如同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现在谁能够代表美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观察的要点，因为川普个人和他的政府，还有包含他传统的官僚智库、国会，他其实呈现了非常不一样的意见。那谁能够来代表？我觉得不能从权势的角度来看，而是要以实际作为的角度来看。所以最近大家会关注啊，包含前一阵子大家军购吵半天，对不对？但到了最后，那第二波发价书到底会来不会来？第一波的军购会不会如期如职？实际上的做法才是检证台美关系真正的试金石。我觉得大家不妨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实时的观察。毕竟现在国际局势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好。我觉得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媒体关心的是说，哎呀，国民党这边有很多颗太阳，然后都去了美国，然后谁的成绩高，谁的成绩低，谁的成绩如何，谁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赖清德到现在还不能够过境美国，这恐怕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吧。今天他们可能会有美方的不同的对待，那么美方可能有他想要分化国民党的这个操作，可是我们后面可以提到，这是国民党太阳们彼此之间要去思考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可能更大的问题是，那为什么赖清德至今无法过境美国？第二个部分，其实我一直对于古立言对于台湾的指指点点，我非常有兴趣，非常的有意见。古立言，对不起。从台湾人的角度，从中华民国主权的角度，你凭什么？今天如果美国的驻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使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政指指点点，我告诉你，都是那个国家要大声的抗议的，你凭什么？你算老几？我不是说他的成绩高或者是不高，而是如果是内政问题，那就是我们台湾人2300万人来决定，你凭什么？那么至于他距离川普有多远，这也不用我细谈了吧？他是拜登所任命的 AIT 的处长，他并不是川普所任命的 AIT 的处长，所以他到底距离川普有多远？以川普的行事的风格，我想大家心里头有一把尺。他说啊，老共啊，分裂台湾啊是不会奏效，但我也想说，古立言你分裂台湾也是不会奏效的。我再说一句，你凭什么？你到底代表的是川普政府的意志，还是代表的是军火商的意志？你跟川普政府里头最有连结的是大方向，盟友都应该要增加国防经费，我们同意啊，赞成啊。但问题是，我们要发展哪一种武器，是由你来决定吗？由你来操作吗？由你来分配吗？我最后要讲的是，对，维持现状是大家的共识。但究竟谁在破坏现状呢？每一个人可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角度，但我引述一下川普在接受福斯新闻访问的时候，他说现在那里指台湾有人想要推动独立，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你知道他们想推动独立，就是因为想要打一仗，因为以为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古立言，你有没有听到你的总统川普所说的话？你真的应该要多听听川普说什么。不过风清讲有点，我也是很奇怪。照理讲啊，因为大使啊，代表我们驻美代表我们都称大使了啊，基本上是等于是总统的代表到那个驻在国哦。那古立言他是本来就想说应该换了吧，哦，因为川普是第二任，他不是川普任命的嘛，奇怪都没有动哦。就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呢，他的确有办法。不管谁当总统，拜登也好啦，这个川普也好，民主党、共和党，我都有办法继续在这个位置。一种就是在川普的眼里嘛，台湾显然不是那么重要。换句话说，台湾的大使，我的代表换不换，不是我的最优先。我最优先可能看中国到底怎样啊，日本怎么样啊，这法国怎么样啊，英国怎么样？所以到现在为止很早以前他就揣测说，你好像应该动了一个真正能代表川普到台湾的一个大使，到现在没动，这点倒蛮奇怪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国防部宣布，5天4夜要实施立即备战操演，马上打仗，立即给我备战。练兵说有3部曲，现在叫首部曲。今年7月联合防御操演，8月汉光42号，那实兵演练，然后呢，这个接着呢要战备这个整备
那重要的目标是被敌人渗透进来了，立刻备战操演，云豹8轮甲车去歼敌，把这敌人都给歼灭啊。那另一方面呢，首都台北啦，卫戍部队立刻备战操演，关止部从淡水登陆上来要斩首，你怎么办？装甲车驰援关键的港口，什么台北港啊这些港，赶快去驰援，守住，不让你上来啊。然后云豹甲车等车辆在桃园青埔也在战备征询，青埔那边是桃园新发展出来的一个区域房价节节上升高铁站区，对，高铁站那个地方，国防部说呢，今年开始改成7天，改成全面14天教育召集，以前呢说一次可以抵2次，没有这个事情了，14天也抵不了2个，7天，都弄7天过来，而且最多要去56天，而且女性军官现在女性服兵役还不少啊，也要来教招，女性什么不要以为女性退役就算了，统统来教招那说呢，这个现在规定大改，而且呢，无人机啊、战伤的救护啊，都纳入课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这教育召集呢，根本鬼打架，随便鬼混然后以前我记得我去的时候，1天教育召集，然后从头到尾不知道干嘛，然后最后结束，一个人发几个保险套，回去说呢，他要节育，现在发觉节育是错的，现在不给你生了。我们看一下。直击多辆云豹装甲车、CM 2辆破炮车、CM11勇虎战车一同现踪桃园。国军反制共军威胁，展开立即备战操演，从22号开始，共为期5天4夜。这回操演是国军年度练兵3部曲的首部曲，接下来7月还有联合防御操演，重头戏则是8月的汉光演习，验证联合火力打击、防空作战、反登陆作战等科目，并验证后备动员和社会韧性。解放军今年2度实施远海长航，国防部21号开始侦获歼16、空警500、运油20等各型主辅战机出海活动，共23架次，其中20架次进入我西南空域，随后穿越巴士海峡挺进至西太平洋。共军进行台海周围灰色地带袭扰，华尔街日报也分析，中共海军从2020年蔡英文连任开始出现重大转折，原本从1艘军舰往返巡弋台湾海峡，如今变成在台海周边常态性部署5至6艘军舰，点出北京正逐步收紧对台湾的包围网。模拟敌军炮击教招人员迅速卧倒。即便退伍多年，姿势需要提点，动作依旧熟练。国防部从2023年首度示范女性教召退伍士官兵可以自愿报名参加，至今逐年增加。但光是这样还不够，为了让更多女性志愿役官士兵退伍后也能回到军中，国防部目前已着手研修陆海空军官士兵服役条例及志愿役士兵服役条例，未来一旦通过，女性将比照男性教召，不再采取现行的意愿制。我刚不讲正常的告回报吗？根本怀疑啊！快速通过。而且除了女性教召常态化，原本教召制度采取5到7天新旧制并行，一次14天教召可以折抵2次旧制，但今天起14天教召改列计1次，若以教召次数4天推算，一个人最多教召天数将达到56天之多。此外，为应对新形态作战，课表中还新增了无人机基础操作、战力整补等战技训练，就是要让后卫部队成为国军立即可用的战力。伟汉，你要不要去教召？我都没有去过啊！我从退伍到现在一次都没有被叫过，对，而且我也多次在公开在节目上面讲过了，但是就是没有被叫到，就没有被叫到。而且被叫的经常习惯性被叫去，对。都市传说哈，因为讲到这一题哈，就是说，如果你在部队里面表现非常优良，那在举光日在中山厅里面写这些新闻报告的时候，都表现很好的，比较容易被叫召，因为你是属于部队希望回来的。但如果说常常导弹的或者怎么样，是被关过警惕的。你当兵有常常导弹吗？没有，我是很标准的。所以他为什么找你？有人讲说，是不是媒体业的人他比较不想要让他重新再回去？不过我现在已经50岁了，作乱就是，我从来没有回去过了。好，那所以跟观众朋友报告哈，因为刚刚这个议题要跟观众朋友讲清楚了，因为这跟前面一个议题是相连结的。好，我讲回去以后再把它讲过来。现在目前我们教召从今年开始变成一次是14天，以往的5到7天就没有采行了，所以你会。离开你原本的生活岗位、你的家人、你的工作14天，它会有影响的。所以，现在讨论也蛮多的，有人反对，有人觉得说，那个好，我来为国家，我来为台湾要去。但是呢，现在因为要这样子做，就是两岸现在目前兵凶战危是确实嘛，所以延伸到前面那一题哈，不管是国防、外交，还有我们的政治人物，
因为刚刚那一点，我想要讲一下哦。我们以前在采访的时候，因为郑主席有提到，就是马前主席的规格不高嘛。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去到美国去，他真的不会跟你证实到底是谁，通常也拍不到。比较会拍到的哈，我等下会跟大家讲2个例子哈，是在2015年的蔡英文跟朱立伦，尤其是朱立伦。那马英九2006年，我现在跟观众朋友报告的都是非任职上任当总统、副总统以前。你真的当了总统以后，你进不到华府，除非以后有改变，哈，这个很清楚了。所以2006年马英九他还不是这个总统的这个当选人，也还没有宣布参选，离他选举还有2年嘛。当时我们理解他是见到副国务卿佐利克，还有亚太驻青跟副国安顾问，层级算高啊。后来他也选总统，也选上嘛。那为什么讲2015年？因为2015年那一年比较特别，那一年是因为民进党再次要参选总统的蔡英文，他6月去了华府的时候。媒体报道回来，而且 TVBS 的记者还在那个门口不期而遇，可是他就不回答，就继续了，就是这个默契。媒体会报道，可当事人不会亢奋。见了艾森豪大楼里面的当时的副国务卿布林肯，所以那个规格应该算是非常高。那国民党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是朱姐洪秀柱，可是到了10月23号，国民党换柱了，所以朱立伦。他被换了当总统参选人之后呢，他不是先去全台跑一圈，他认为美国这个很重要，所以呢，他11月初就赶快去美国，美国给他完全一样的规格，同样的地点，到艾森豪大楼进去以后也见了布林肯。那2位都没有对外证实，可是都在艾森豪大楼门口拍到，就是我所讲的我们台湾政治人物去。那我觉得啦，因为郑主席他有他的这个就是主张，可能美方有美方的态度，那前面有卢秀燕，现在有韩国瑜，大家会做比较。那我不认为了哈，因为身为党主席，然后并不是总统参选人，这样的规格有怎样差啦？可是确实没有比其他的人多，又或者是我们也不知道的人哈。这补充这一题。那拉回教召这一题哈，因为以往是5到7天，但是观众朋友要了解哈，14天是从2022年就开始试办，今年是第4年了，所以它并不是突然呐。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你现在你也没有被教召，你不知道，已经从2022年以后有5到7天或14天已经有试办了。那我先跟观众朋友讲，如果你有被教召到，有2种状况被教召到，一种就是你是自愿意去当兵，好，以前4个月、1年，那我是2年，回去再到部队里面去训练14天。那根据士兵、士官跟军官，军官怎么会？对，因为志愿也会退伍啊，志愿当了10年以后我会退伍，也有可能再教召哈。1天会续薪哈，士兵1050，士官1200，军官1350，14天就有多出这些钱。那你原来工作那个公司呢？哈，全价全薪。好，就是给你这个一样的薪水，所以你会多出一个津贴啦。那当然啦，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回到部队里面整整14天，你回到那个当兵的感觉一定是最直接的。5天可能第1天、最后1天中间只有3天。那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要加强我们现在目前各项的去技、无人机啦、战斗训练啦。那也因为两岸的关系是这样。那这个政策实行下去以后，对我们的国防的韧性来讲，我认为会是提升的。可是当然会影响到一般老百姓的生活。那现在的方向就是这样走。2种人啦，我听说了，一种呢，一般的没有什么太大责任，就是没有什么公司主要负责的，他很高兴，反正公司要出钱啦，薪水照给啊，反正我14天那边，但是那种很忙碌的，非常忙碌的。哦，什么基金经理人啊，每天要看盘的、投资的，是不是就去了就惨了，就搞死他们了？而且他这也不在乎公司给他那点薪水的补助，他不是靠那个赚钱的。来，亮君。我想，当然，这个现在台湾的国防哦，就除了我们在这个硬体的部分、军事武器不断采购之外，重点是我们的军力嘛。那过去你看说，教召其实我们调整了好几次的，不管是时间也好，然后以及教召进去之后要哪些训练内容也好，其实都是希望强化实质的战力嘛。我就是说，过去大家的操演可能就像刚刚讲的，教召回去也不知道在干嘛，就听一些这个一些。这个比较，譬如说军事训练的一些上课啊等等的。可是实际上，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实战，然后跟过去当兵跟现在的这一些我们讲说新的军事化武器跟新的军事化战争的时候，它其实有更多新的思维应该要去理解跟了解，包含说像是新战会遇到什么，然后还有新的这一些这个新型的武器，包含无人机，然后以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新式武器进来，其实都应该要在教召的内容里面，让这一些我们原本不管是后辈也好，或者是过去曾经这个有入伍的这些男性也好，都应该要来投入。那再来就是说，大家现在讲说，要强制女性教召，这个也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可能会想说，是一般女生要去。
就是后备的女性军官哈，过去有曾经对志愿役有曾经入伍的，然后后来她被纳入后备军人。那过去呢是会去征询说，这些女性的后备军官是不是有要再回来？但是现在没有，我们全部不分性别，就是我们全部通通纳入教召啊。那我想，反正现在包含在这个我们军力的强化上面，然后还有我们在性别上面，其实不分性别，大家的战力都是一样的。那只是说我们把过去后备原本没有把女性一定要强制拉进来，现在我们把它通通视为一致哦。那我觉得现在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军事实力透过教召，然后来把它提升跟现代化、全面化。那再来就是说，除了这些后备军人以外，包含像是替代役，也持续的都有这些教召。包含我自己的助理，他前几天就传一个讯息给我说，他8月的时候要去教召了，他是消防役，那他就要回到消防局，然后针对这一些包含现在的消防新的内容，然后或者是万一在紧急跟灾难发生的时候，消防的这些替代役应该要做哪些事？那这个其实不管是说在战时发生，或者是在国家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一些的灾害知识都应该要具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也是要支持跟一致啦。我觉得啦，这些都是做给老美看的啦，对，都是做给，因为老美对我们很不满，所以你们没有那种什么忧患意识啊，打起仗来要美国来帮你，你们自己都不保护你自己啊，所以为了让美国觉得说我们很重视，所以呢，国防经费要提高然后呢，哇，这个什么军事训练啊，每次演习啊，后备军人啊，教招给老美看的，说我们有重视，不是没重视的。接下来再回来。